你是不是也常常感觉自己总是还不够？不够努力，不够聪明，不够稳定，不够值得。你努力让自己更好，想要变得更有能力，更有价值。你不停学习、精进、追赶，像是怕一停下来就会被落下。你以为丰盛是一种结果，是你必须证明够格之后才能获得的奖赏。你以为只有当你变得更好了，才值得拥有更多。可是，亲爱的，你有没有发现，无论你怎么努力，那个还不够的声音还是在。那个总是让你觉得我还差一点的内在低语，总是把丰盛推远了一点。你总是在等自己再稳一点，再瘦一点，再有钱一点，再有成就一点。你以为再撑一下就可以够了，但你不知道，正是这份匮乏感的剧本，让你不停地把丰盛推开。不是因为你不值得，而是因为你一直在用我还不够的信念，向宇宙发送一个讯号，现在的我还不配接收。你不是显化失败，你只是还没有从那个我不够好的故事里退场。你一直在一个虚构的内在叙事中活着，那个故事从很久以前就开始了。也许是童年时没被肯定的经验，也许是成长过程中不断被比较的环境，也许是你一次次努力后还是失败所累积出的自我怀疑。你开始相信，如果我不够好，就不会被爱；如果我不够有用，就不值得拥有。你内化了这个剧本，甚至开始觉得匮乏是理所当然的状态。可亲爱的，这不是你的真相，那只是一段需要结束的旧故事。当你活在我还不够的能量中时，你会习惯性的怀疑好事会不会真的降临。你会在关系里过度付出，压抑自己，委曲求全，只为了换取被需要的价值感。你会对金钱抱有矛盾，一边渴望更多，一边又觉得自己不配拥有。你会在每一个机会出现时，第一个问的不是我想不想要，而是我够不够资格。这就是匮乏的回圈，不是现实真的不给你，而是你在无形中拒绝了它靠近。你不停努力，不是为了实现梦想，而是想填补那个我不够的黑洞。可是那个黑洞永远填不满，因为它的本质是你对自己的否定，不是外在的不足。真正的丰盛从来不是在你变得完美之后才会出现，它只会在你开始允许自己现在就值得的那一刻开始流动。你不需要再等足够那天的到来，你只需要愿意从还不够的故事里走出来，停止用条件化的眼光看待自己，停止把爱与价值建立在成就、外表、效率或别人的评价上。真正的转变发生在你开始对自己说，我不需要再证明什么，我已经是。当你这么做，你的能量会发生微妙的转变。你开始对自己的步伐有耐心，你开始看见自己已经很努力，而不再只是责怪还不够好。你开始愿意相信，丰盛不是为了奖励你变得更好，而是你与生俱来的权利。你之所以迟迟感受不到丰盛，不是因为宇宙没给你，而是你自己还没允许自己去接收。而这份允许需要从你停止对自己的苛刻开始。你不用假装已经很好，你只需要愿意承认，其实我已经够好了，只是以前不相信而已。这样的你，磁场会开始柔软，吸引来的不是考验与压力，而是支持与共鸣。你会遇见那些不需要你证明什么就愿意靠近的人。
你会发现机会来的时候，你不再问自己配不配，而是问自己想不想。你会看到丰盛不是从变成什么人之后才来，而是从相信你就是那一刻起就已经在靠近。亲爱的，请你慢慢练习离开那个还不够的内在语言。每一次你想要责怪自己时，改用一句温柔的话取代。我已经很努力了。我正在学习放下那些不属于我的剧本。我值得被爱，也值得拥有。那不是自我安慰，那是自我觉醒。丰盛的能量来自你是否愿意为自己打开一扇接收的门。你打开多少，宇宙就能进来多少。你信任多少，显化就会靠近多少。这不是一场你要赢的战争，这是一场你要醒来的旅程。当你愿意走出还不够的故事，真正的你才会被世界看见，而真正的丰盛也才会开始写进你的人生里。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时刻？对某个梦想倾尽全力，设好目标，列好计划，甚至画好每一步要达到的成果。你相信只要够努力，就一定能显化成功。于是你给自己极高的标准，每天检视进度，追踪结果，评估成果。你把所有事情都排进日程，试图掌控每一个可能发生的变数。你以为这样做才有机会让生命照着你想要的方式发生。可是你慢慢发现，越是用力想掌控，越是感觉心里空空的。好像越是追求结果，内在就越焦虑，越没有安全感。你开始怀疑，是不是自己还不够努力，还不够积极，还不够具体。但亲爱的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不是你不够努力，而是你已经用力过了头？我们活在一个习惯、设定目标、努力、达成的世界里。从小，我们就被教导，成功来自计划，价值来自成果。所以我们开始用追求结果来评估自己的人生。但真正的显化，不是用力达成。真正的显化，是在你放下我要让它照我的方式发生的那一刻，才开始真正流动。你不是不能设定目标，而是如果你把所有的希望绑在一定要这样发生的执着里，你就会无法看见生命为你安排的更高路径。因为掌控其实是恐惧的伪装。你越想控制，是因为你越不相信自己会被支持。你害怕松手，因为你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值得接收。你担心变动，因为你以为只有你来规划的那条路才是对的。可是亲爱的，真正的显化是来自信任，不是你放弃努力，而是你放下强求。不是你不负责任，而是你开始交托。你愿不愿意相信宇宙比你更知道你灵魂真正想要什么？你愿不愿意相信，即使你现在看不清方向，生命仍然在默默为你铺路？当你持续强求，非这样不可，你就会错过那扇本来为你开的门。但当你选择放下那份焦虑，选择转身相信，你会发现一切正在以一种你没预料过的方式靠近你。这份信任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，它来自一次次练习。练习不在没看见成果时就否定自己，练习不在延迟发生时就认为自己失败，练习在每一次未知里都对自己说，我相信有比我想象更适合的安排。真正的显化是来自你愿意与宇宙合作，而不是单方面操控。是你在设定意图之后，愿意交给生命自由安排实现的方式与时间。你仍然可以努力，但你不再恐慌。你仍然可以期待，
但你不再紧抓。你不再需要证明什么，你只是允许自己成为一个接收者。这样的你开始释放出不同的频率。你的能量不再是焦虑与紧绷，而是开放与信任。你开始吸引那些你没安排过、没预测到，却刚刚好适合你的机会。你会遇见那些刚好在你准备好时出现的资源与连结。你会开始感受到一种生命的流，在你不再主导时，开始悄悄展开。那不是奇迹，那是你放下掌控后的自然状态。你开始知道，显化不是一种对抗，是一种对齐。对齐你内在真正的渴望，对齐宇宙自然的节奏，对齐那份我已经值得的频率。而这份对齐永远不会发生在你紧抓不放的时候，它只会在你深深放松下来，对生命说一句：我愿意相信你会带我去我该去的地方。从这一刻起，请你不再逼自己时时有效率，请你允许自己在需要休息的时候停下来，请你允许自己在不确定时也能安住。因为真正的创造力不是在计划中萌芽，而是在放松里流动。真正的显化不是你追出来的，而是你等来的。等你不再害怕错过，不再勉强，不再急着成为，而是你静静地说出我愿意臣服。那一刻开始，宇宙才真正开始动起来。愿你练习温柔的放下，并在每一个不确定中练习相信，不是结果会带来你想要的安全感，而是你内在的信任会创造出结果本身。从掌控到臣服是一段看不见的转变，但它会是你人生最深刻、最真实的显化之路。你是不是也曾经这样努力地活着？努力成绩好一点，表现好一点，成熟一点，体贴一点。你把人生当作一场不断往前跑的马拉松，每一段关系，每一次成功，每一个选择，都像是在默默地对世界说：你看，我也很不错吧。你不断追求被认可、被赞赏、被喜欢。你以为那就是吸引力法则，我要变得更好，才能吸引更好的生活。可是，亲爱的，真正的吸引不是在你努力变得更好时发生的，而是在你不再需要证明什么时悄悄开始的。你想想看，你是不是每次显化卡住的时候，内在都带着一种焦虑？我是不是还不够？是不是我不够正向，频率不够高？是不是我还需要更努力一点？可是你忘了，显化不是让你变成一个更合格的人，显化是让你活得更像你自己。而你真正想要的丰盛与爱，不会被你多么努力地证明自己而感动，他们只会被你内在那份我已经够好的频率所吸引。很多人会把吸引力法则误解为一种表现型能量，我要很正面、很勤奋、很积极，我要证明我值得。但那其实是匮乏的变形。你越是想证明，宇宙就越以为你还没相信。你越是拼命证明自己配得上，其实就是你内在还没真的认定我本来就值得。所以你一直在显化的外圈打转，一直努力对齐，却总感觉好像还差一点。那一点不是技术，不是策略，也不是行动力，那一点是你还在为了被认可而努力。可是你知道吗？真正的吸引状态是你不再那么在乎别人的眼光，你不再因为某个成果才觉得自己有价值，你不再需要透过关系、成就、他人的肯定
来证明自己的存在，而是你开始从内在稳定地发出一种讯号：我已经够好了，我愿意接收。这个讯号一旦发出，世界会开始回应。那些你拼命追的东西，反而开始主动靠近你。不是因为你更努力了，而是因为你终于放下那个要证明什么的能量锁。你开始活得更轻盈，不再需要在每个对话里拼命表现，不再需要在每段关系里讨好、委屈、过度付出。你知道自己值得，所以你有余裕等待那个真正欣赏你的人事物靠近。这样的你自带吸引力，你越活越真，越爱越稳，越来越有磁场。这才是吸引力法则真正的奥义，不是你做得多完美，而是你活得多真实。你不再为了符合谁的期待而假装正向，你不再为了得到谁的爱而压抑真实情绪。你学会在情绪低落时仍然温柔地待着自己，你学会在被拒绝后仍然相信我值得爱，你学会在看似没有成果时对自己说我已经在路上了。这样的你不用说太多话，就已经是一种力量。你不再透过努力换爱，而是成为爱的源头。你不再等别人来看见你，而是自己先看见自己。当你这样稳稳地站在自己的位置上，你所发出的频率自然会吸引来对的能量，不再需要讨好，也不再需要奋力证明，因为你知道，真正会留下来的是那些看见你灵魂而不是履历的人。真正属于你的是那些被你真实状态所共振的事物。请你放下我还要变得更好的焦虑，你可以改成这样对自己说：我已经很好了，接下来我只是要回到我自己。你不是靠完美吸引，而是靠真实显化。你不需要拼命成为别人喜欢的样子，你只需要成为自己都愿意靠近的样子。你会发现，当你越来越做自己，世界也会越来越把属于你的丰盛送到你面前。那不是奇迹，那是共振。从这一刻起，请你告诉自己，我不需要再证明什么，我只要安住在自己身上，就是最强的吸引力。这不是一种放弃，而是一种真正的开始。显化不是加快速度，而是让自己活在已经值得的能量里。你是不是也曾焦急地问过自己，为什么我那么努力了，想要的却还是没来？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？是不是我想的不够清楚，吸引力法则不够纯粹？你一边逼自己保持正念，一边在内心深处悄悄怀疑，是不是我还不够资格拥有？可是亲爱的，显化不是一场竞赛，它不在乎你跑多快、多拼、多积极，它只在乎你是不是活在一种我已经值得的能量里。因为宇宙不是透过你的速度来衡量你配得上的东西，它透过你内在的信念状态来共振你的现实。当你总是感觉自己需要更努力才能换来什么，那其实是你的频率还停留在匮乏。你以为加快速度就能早点抵达丰盛的彼岸，却没发现那样的你其实一直在逃离当下的自己。你跑得越快，心越空；你计划越多，焦虑越重。不是因为你不够聪明，不够行动力，而是因为你从来没停下来问问自己，我相信我值得拥有这一切吗？吸引力法则不是做更多，而是对齐更多。对齐什么？对齐那个最本源的你。
那个知道自己不需要证明什么，也不需要拼命交换的灵魂状态。你会发现，真正的显化不是加快步伐、压缩时间、预测结果，而是你开始在每天的选择里活得越来越像那个已经拥有的人。你怎么看待自己，就是宇宙怎么看待你。如果你每天醒来就对自己说我还不够，那你自然会吸引来各种让你再等等、再努力一点的情境。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，而是因为你的潜意识还没允许你真正拥有。当你开始学会把目光从结果转向状态，当你开始从我要赶快吸引到转为我每天都活在值得里，世界会开始慢慢松动，频率会开始转变。你会发现，有些好消息不是你追来的，而是在你放松之后主动靠近。你会发现，有些机会不是你逼来的，而是在你安住于自己之后自然浮现。因为你不再用力追，你开始用心活，这才是显化真正的开端。活在我已经值得的能量里，是一种很稳定的状态。它不是兴奋，而是安定；不是情绪高昂，而是一种平静的确信。你不再焦虑你要的什么时候来，因为你知道它已经在路上。而你每一天的呼吸、选择、态度，都是迎接它的方式。这样的你，不再急，不再逼，不再慌。你开始练习相信，不是因为我做到什么才值得，而是我本来就值得，所以我允许它靠近。你从这种信念出发，会开始对自己的步伐更有耐心，对自己的缺口更有包容，对未来的未知更有一份信任。这样的你，吸引力最强，因为你没有在外求爱、外求价值、外求回报。你开始从内而外活出爱，活出价值，活出回应。请你练习慢慢收回对速度的执着，速度不会带你回家，状态才会。你不需要冲刺，你需要对齐。你不需要拼命抓住什么，你需要打开双手，先接住自己。当你在每一个呼吸里都练习说一句：我值得被爱，我值得丰盛，我值得被看见，你的磁场就在那一刻开始转变。不是从成功那一刻开始，而是从你决定这样相信的那一刻开始。这世界不是要你拼命去拿，而是要你学会安静的接收。所以，从今天起，请你放下我要多快达成的压力，转而问自己，我今天活在什么能量里？如果你能在今天就选择爱自己、理解自己、相信自己，你已经在最强大的显化频率里了。丰盛会来，不是因为你更努力，而是因为你终于相信，你本来就值得这一切。真正的臣服，不是放弃，而是开始与宇宙共同创造。你是不是也曾以为，臣服是软弱的代名词，是放弃目标，是随波逐流，是失去掌控？当生活不如预期时，你不断逼自己更努力。你相信唯有掌握一切，才能确保安全。所以你计划，你预测，你焦虑，你试图让所有事都照着你想要的方式进行。可生活的节奏总在提醒你，越想控制，越容易失控；越紧握，越容易错过。那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，而是因为你还没学会什么叫做真正的臣服。亲爱的，臣服不是放弃，而是信任；不是退缩，而是合作。
当你愿意松开控制的惯性，当你开始对未知说，我相信你会带我去对的地方，你不是什么都不做，你是在邀请宇宙成为你共创的伙伴。吸引力法则从来不是你想要什么就拼命去追，它是一场能量的对齐，是一种深层的合作。当你一心只想得到想要的结果，你很容易卡在头脑的执着里，忘了你是谁，忘了当下，忘了频率。你不是被拒绝，而是你还在单打独斗。真正的显化不是在你拼命施力时发生，而是在你退一步，说我愿意信任的那一刻，悄悄展开。真正的臣服是你开始明白，你不再是孤单的对抗世界，你是在与宇宙共同创造。当你松开对时间表的焦虑，当你停止对自己说还不够，你会发现有一条路正在你没注意的地方静静成型。那不是放弃，那是你不再急着掌控怎么发生，而是把注意力放在我能怎么对齐。臣服不是停止行动，而是带着信任行动。你仍然会努力，但那努力不再来自恐惧、匮乏、比较，而是来自一份平静的内在力量。你会开始说，我相信该来的会来，不该来的会离开。你不再把人生当成战场，而是一场共舞。你给出信任，宇宙给你回应。你愿意接纳未知，未知开始对你温柔。当你真正臣服，你会发现人生不再只是你要什么，而是什么正在为你而来。不是你拼命抓住，是你开始能够接住。这份转变不是因为你停止渴望，而是你不再把渴望当作匮乏的证据。你开始活在一种能量里。我值得，我愿意，我打开。这样的你是显化最有力的容器，因为你不再焦虑什么时候会来，你在当下就已经活出那份感受，那份平静，那份开放，那份安全感，是宇宙最容易回应的频率。请你慢慢练习，从我要靠自己完成一切的信念中退场，改为我愿意与宇宙合作，让灵感成为行动的引导，让直觉成为决策的依据，让当下的感受成为你最值得信任的指南针。不是因为这样就万无一失，而是因为你终于走进了更高频的创造方式。从现在起，请你对自己说，我不再需要掌控每一步，我愿意放下急躁的期待，我相信宇宙比我更知道怎么引导我回家。你会发现，那些你拼命想靠近的丰盛，其实从未远离，他们只是等你停止用旧有的方式逼自己达成，改用一种全新的方式。臣服、合作、对齐、信任，这不是妥协，这是你终于愿意把力量交还给生命本身。因为你知道，你不是在放弃什么，你是在打开自己，迎接一切。从任务到臣服，疗愈自我怀疑，让丰盛与灵魂的祝福流入你的生命。撰写一篇约2000字、深层疗愈风格的叙事文案。文章将聚焦于从压力式的目标导向，转向信任与内在对齐的显化方式，呈现能量频率的转化与自我价值的觉醒。我会立即开始撰写。从任务到臣服，疗愈自我怀疑，让丰盛与灵魂的祝福流入你的生命。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经验？把人生当作一场不断完成任务的旅程，一件接着一件的达成目标，才觉得自己有存在的价值。
你习惯用行动证明自己，用成果换来肯定。你相信只要够努力，幸福就会按表到站。所以你计划，你坚持，你咬牙继续。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你感到一种疲惫，是怎么睡也睡不掉的那种空。你做再多，内在却越来越不确定。我这样努力，真的会抵达我想要的地方吗？你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够强，是不是太慢，是不是还不够值得拥有想要的一切？你不敢停下来，因为一停就会觉得落后。但你也不敢继续，因为你愈来愈不像自己。亲爱的，这不是你的问题，那是你的灵魂正在轻声提醒你，这条用自我怀疑推动的路，走到这里就够了。你不需要再用证明来换取爱，你不需要再用任务来填补匮乏，你不需要再靠紧绷与牺牲来说服宇宙给你回报。因为你值得被祝福，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，而是因为你是谁。真正的显化不是完成更多任务，而是你终于愿意转身，拥抱自己深层的渴望，放下对自我价值的怀疑，让能量开始对齐。你不是做得不够，而是你太习惯靠压力推自己，太习惯怀疑我够不够好，我会不会被选择。而这些怀疑一点一滴地切断了你与丰盛的连结。不是宇宙不给你，而是你不敢接。你说自己要的是爱、自由、平静，但你用的方式却是苛刻、逼迫、控制。你内在的频率写着我还不够值得，那么宇宙就只能回应这个讯息。但当你开始走进臣服，你会发现，原来疗愈自我怀疑才是真正的显化起点。臣服不是放弃目标，而是不再让目标决定你的价值。臣服是允许当下的自己就已经够好，是愿意相信我的存在本身就值得被祝福。当你这样做，你的能量会开始转变，从匮乏转向丰盛，从紧张转向信任，从焦虑转向流动。你会发现，有些梦想其实不是靠拼命得到的，而是你一旦放下控制，它们就自己流进你生命里。吸引力法则不是告诉你要多努力，而是引导你去看你有多相信你自己。当你愿意停止自我怀疑，你就会发现，你的灵魂其实一直在给你祝福，只是你过去忙着证明，没有接住他们的空间。你可以放下，做更多的压力，改为问问自己，此刻的我是什么能量？你可以停止完成任务的紧张，改为允许自己活在当下的完整。这样的你，不是变得被动，而是变得更有力量。你做的每一个选择，都不再是来自害怕失败，而是来自一种我本来就值得拥有最好的信念。这样的你，不需要再跟别人比较，因为你知道，你的道路不需要谁来验证。真正的丰盛，不是你去追来的，是你成为那个能够容纳它的人。当你疗愈了那个我还不够的内在小孩，当你开始对他说，你已经很好了，你会发现，世界也开始对你说同样的话，因为宇宙只会反映你对自己的看法。从今天起，请你慢慢退场，从那条不断证明、不断质疑、不断挣扎的旧路离开。请你开始进入一种新的频率。我愿意相信，我就是祝福。我愿意让宇宙带路。我愿意不再逼自己做什么，而是允许自己成为什么。
当你这样做，你会发现爱会回来，灵感会回来，祝福会自然流入。你的人生会在你最不像在努力的时候，最深刻地显化出一切你真正渴望的丰盛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